记得迪迦中少有的冷门神回嘛，更是唯一一次灭族之战，也是全剧各种观点从剧里到剧外都巅峰对碰的一集。故事的开篇就是高潮迭起的作战戏份，直接开门见山的和本集的倒霉蛋乔维利埃硬碰硬了起来。从陆地的胜利海发大炮到空中的小燕子1号，再到胜利队员的火力，可以说基本把之前大部分家底全搬了出来。这里丽娜的咬嘴唇将人物的犹豫刻画的非常细节，但却在乔维利埃的反击之下损伤惨重。而怪兽在一通酣畅淋漓的宣泄之后，又怡然自得的开始吐钱埋，给自己打了个洞，安静的缩了进去。莽子新城建议直接趁机偷袭，但沉稳的指挥建议暂停，毕竟这次全球规模的作战导致主力装备小燕子2号以及亚特迪斯号都处于其他地区的作战待命状态。这里其实是采用了倒叙的手法，直到此时才给我们展现出这集的缘由与开始，那就是名为闪电人歼灭战的超大型战役。具体情况追溯到1周以前，这里的开会视角细节呼应了之前梦幻疾走时候的转动视角。每次这种严肃的议题，导演都会采用一种有些压迫感与紧张感的镜头语言，这回则是俯瞰镜头，一边是星辰与野瑞为代表的极端武力派，另一边则是以丽娜和大果为代表的追根溯源派，而绝景与指挥则是折中的思维。用绝景的话说，其实自己一直在思考人类该对电磁波如何取舍，如何改善闪电人的环境，但最终只能放弃思考，因为发展是不可逆的，由奢入俭难。作为人类来讲，很难停止电磁波的使用，那就只能无奈的消灭闪电人了。这里初步展现了大伙思维之间的差异性，只能说各有各的理，后面我们会细说。于是指挥统筹全局，认可了大果丽娜的深层次担忧，但也点明了此时保护人类的重要性。突然野瑞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丽娜，你太天真了。指挥和绝景说的没错，只有把造成威胁的敌人消灭，人类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胜利队和 TPC 要更强大才可以啊。野瑞队员，你说什么呀？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而胜利队员之间的理念冲突以及这一集各方超绝的思维碰撞，也从这一刻开始逐渐白热化了起来。而追出去的大谷显然也更同意丽娜的想法，毕竟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从源头理清一些怪兽出现的原因才是根本解法。本来大谷是想安慰一下丽娜，结果此时丽娜向大谷提出了一个疑问。对了，为什么迪迦要帮助我们人类呢？帮助这么幼稚的我们。好家伙，这下轮到大谷开始迷茫了，毕竟他之前确实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里边针对乔维利埃的又一次作战已经开始部署了起来。这个乔维利埃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闪电人的盟友，其他一些剧中未曾提到的设定，我会考虑后续给大家做一下迪迦官方小说的解说。基地这边队长给出了一个相当于智慧的安排，把丽娜、星辰、绝影这三种思维的队员安排到了歼灭主力一组。这个环绕加微缠斗的镜头突出了此时紧张的气氛。点睛之笔则是安排小宅男野瑞上战场，令其见见战争的真面目，让年轻而激进的他体验什么是真正的血与火。出发之前，星辰与妹妹真由美相遇了，但此时的真由美的性格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于之前见面的时候，可以说笑容不断，可爱俏皮。此时的她变得更加的稳重了，并且因为拓魔的死，对于闪电人的战争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如果说星辰此时是极端的战，那么真由美此时就是另一个极端的和，二者的思想显然有了很大冲突。而丽娜这边越想觉得越不对，之前绝景的话初听有道理，细想之下总有些怪异。大谷此时一语点破丽娜所想，那就是共存。共存？地球并不只属于人类专有。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存才对啊。其实我们的工作最终的目的不只是保护人类，而是应该保护地球。盖亚和阿古鲁给你点了个赞。然而此时的大古愣住了，丽娜倒是被大古开导进入了2阶段思维，但大古反而陷入了2阶段迷茫，只能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另一边赶到战场的野瑞直接愣住了，对着这些之前并未亲眼所见的强大武装力量，虽然嘴上说着很有信心，但同时也对万一火力不足表示担忧，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安与惶恐。毕竟是第一次上战场，与成熟稳重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作为主力的亚特迪斯号一行人也正是向着各自的打击地点启程了。以大谷为首的对乔维利埃的打击计划也开始了，但怪兽显然不是真睡着了，一个人惹起来了，这个起床气显然不是1号小燕子能承受的。地面的坦克以及海发大炮，包括各种部队也齐齐支援，但这种主动惹事的行为显然也激怒了怪兽。一顿无差别攻击的雷神天明闪下来，让胜利部队损失惨重。初到战场的野瑞直接吓傻了眼，甚至在指挥发出撤退命令的时候，还躲在德拉姆车后面瑟瑟发抖，与之前在指挥室指点江山的青瓜蛋子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坦克履带碾过
花草的镜头我记了很久。战争的残酷在这一集被更加赤裸裸的体现了出来。野瑞也是被吓得动弹不得，好不容易起来了之后，望着眼前这断壁残垣般的景象，野瑞直接停止了思考。入夜，对着给自己包扎的真由美，野瑞还在吐槽丽娜的和平想法，但接下来真由美的一句话把野瑞问懵了。朋友，你不怕死吗？我不是朋友，我叫野瑞，叫什么都一样。难道你不怕死吗？是啊，当之前侃侃而谈的他真正站在战场之时，却被吓傻了眼。真由美则再次展露自己的观点，认为怪兽出现的契机或许就是武装力量再一次被使用之时，与野瑞刚好是两个极端。但显然此时的野瑞虽然嘴上还在抱怨，然而经过了战场与真由美的双重洗礼，已经在进一步转变。而且此时一向睿智的队长也不禁陷入了思考。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会出现？目的又是什么？你是怎么了？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怪兽到底想干什么才出现？对东北部的金字塔和优联时光机器，是不是还在分析呢？毕竟队长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经历过的一切，让他也非常的讨厌武装力量。后面我会在解说小说的时候补充。正如队长所言，即便现在不得不战，但思考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一样重要。否则除了闪电人，后面可能还会有风暴人、海啸人。而对金字塔相关的研究也为后面邪恶迪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大古见状有点慌了，激动地问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信息，结果并没有，古儿也是松了一口气。正此时，乔贝利亚再度苏醒，在营地附近开启了破坏，甚至连转移伤者的车子都完全不够用了。这就是战争的残酷，火力疯狂地向着乔贝利亚倾泻。野瑞的耳边回荡着战由美的声音：我会死吗？我会死吗？我怎么可能不怕死呢？野瑞，野瑞！这是野瑞的决意与成长，他真正做到了直面死亡的恐惧。这也是大古唯一一次在剧中呼唤着迪迦的名字。迪迦奥特曼为什么要战斗？到底为什么而战？迪迦！而变身与乔贝利亚鏖战的迪迦显然也并不轻松，怪兽的甲壳对迪迦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防御力，并且两个硕大的钳子显然也使得虎虎生风啊。虽然整体没有什么机智，但数值才是王道。另一边，宗方一个帅气的战场翻滚，与野瑞也开始了支援行动。迪迦望着被战火波及到的二人，心里似乎有着什么，开始逐渐的迸发而出。伴随着断脚属性的再一次觉醒，迪迦甚至已经开始忘我，即便顶着复合形态，也是毫不退缩的使用着快乐型的打法。随着被乔贝利亚一招怀中抱妹杀，大古似乎找到了那个答案。难道这就是答案？为了保护这些人而战，因为他们是我的伙伴，他们是我所爱的人。最终，全身火红、燃起熊熊斗志的迪迦使出了又一新技能——高热爆破，直接将乔贝利亚炸得粉身碎骨。请注意，前方迪迦高帅。另一边，伴随着三大主力武器的全力发射，闪电人的巢穴却毫发无损，甚至可以改变弹道。然而，正当几人准备继续时，丽娜发现了不对。暴躁的星辰依然不想听太多，但队长也让他们停止，因为世界各地的闪电人云层似乎都逐渐离开了地球。星辰有点怀疑，但丽娜说，闪电人对人类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不会再回来。队长也表示赞同，这句话很值得思考，我们后面再谈谈。而最后，故事就在野瑞与真由美的笑容中结束了。谢谢你。回顾第28集呼唤，这集可以说是迪迦在各大论坛中争端最多的一集，甚至没有之一。而争端并不是对于剧集本身，毕竟这同样是迪迦中的一集神回，反而是对闪电人的不同态度。结尾丽娜说闪电人对人类失去信心，很多人嗤之以鼻，觉得是闪电人输了才跑了。但我们要知道，首先闪电人本身并没有侵略性，与人类相安无事的做了几万年的邻居，但最近却被一次又一次的影响，甚至同族有很多人变异成了吃人的加多特，而人类的最强装备依然破不了闪电人的巢穴。事实上，真打下去，人类现代的科技是很难搞得定。
定的，而且会不会招来更多的加多特也未可知。可以说，如果闪电人真的刚到底，那就是真正的惨战。但确实是闪电人选择了让步。在后面编剧小钟千昭出版的迪迦小说中也提到了，当闪电人意识到自己的邻居带着近乎毁灭的意志冲自己而来时，他们就决意离开地球。川崎香太导演更是将这种离开覆盖上了一层复杂的情感色彩。这种被迫离开家园的情绪有没有失望在里面呢？我想大概是肯定的。毕竟从始至终，作为闪电人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攻击性，反而都是纯纯的受害者。站在他们的角度也很莫名其妙，自己的种族被电磁波影响，很多群体变异成加多特，甚至吃自己的族人，然后和自己相处了这么久的人类邻居也要灭绝自己，最后被驱逐出家园。这么一想也挺无奈的。而这种开放式的思考，从标题就可窥得一二。本话日语标题为泡沫的，理解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比较虚无或者无法定义的意思。这也非常符合这一集想表达的观点，那就是导演本身只负责把人类与闪电人之间的矛盾刻画出来，胜利队员之间不同的意见也同样是代表观众之间的不同立场。作品的最终解读权，显然天才般的川崎香太全交给了我们，而没有按着头让我们相信具体哪种观点。呼唤这个信达雅的翻译更是神来之笔，每个人都如同标题一般呼唤着自己的内心。站在丽娜的立场，她虽然有些理想主义吧，但不得不说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才是上策。站在绝景的角度，恩师被害，但他依然有在思考对策，只是最终没有办法才选择支持歼灭。至于星辰，则是代表着感性驱动的大部分人，毕竟自己最爱的妹妹被变异成加多特的闪电人伤害过，因此情感驱动仇视全体闪电人，逻辑上也讲得通。野瑞更是从纸上谈兵、年轻好战，到最终做出思考、突破自我的代表。而大谷同样是第一次找到了属于自己战斗的意义，这一刻他身上的人性之光显然已经盖过了神性，这也为后续生命永存中他的选择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这一集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解决眼下的矛盾是必要的，但世界同样需要丽娜这种理想主义者，不然若全部以激进与消除异己的声音为主，那结果显然是可怕的。毕竟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不像闪电人还能逃离地球。可以说作为导演兼编剧的全才川崎香太最终给闪电人篇章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那就是在剧中给出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最后还是站在了人类的一边解决问题，但最终的思考却是发散性的，他将思辨的接力棒递给了作为观众的我们，而这种尖锐问题的答案或许依然得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才能够解决。点赞关注，下集将是迪迦中颜值巨高的一位小姐姐的登场，那是一个充满遗憾的夜晚。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